今天我要带你们到什么地方来探险呢？我必须说，今天是重返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我相信大家前一阵子应该有看到那个特休探险，他们有来这边拍过。那当然，他们有介绍了一些故事。可是我主要会让我想回来的原因是，我之前带一个日本团队来，他们在这边有碰到了很多事情。那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地方有没有印象？其实呢，我之前来这边拍的时候，有碰到一些怪事情。什么样的怪事情？我忘了是超恐还是极恐。那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一个走廊，然后我听到外面有门关起来的声音之后，我放一个定点的那个摄影机，夜视摄影机在外面，结果拍到一半的时候，它的门突然bang bang bang 就全部都关起来了。我讲这一个部分，你们是否已经回想起来这是哪一个地方呢？没错，这个地方据说有一个故事。那这个故事呢，我等一下会再重复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，我一边走再一边告诉大家吧。来，这里你们有没有印象啊？假如没有印象的话，打屁股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前一阵子才有人来拍过，人形的反应很激烈。然后呢，我跟大家讲，刚刚开头有讲过了嘛，说有一台机器复活了。那台机器呢，等一下我就拿来用。那这里你们有猜到是哪里吗？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之前来过？然后呢，那个特休探险也曾经来过。然后呢，在更之前又有一个日本人来过。那其实这算是我第3次重返。那为什么会说第3次呢？因为第2次其实是直播哈，然后直播其实没有碰到什么状况。但是我今天会来，反正我被这个一直缠到脚。我今天会再来，最主要是因为日本朋友他们来这里碰到了一些事情。然后呢，这是我的包。重点是呢，我的好朋友，已经让他休息很久的好朋友，今天又可以用了。是哪一个好朋友呢？江江 K2 meter。等一下，这里已经3颗灯，有时候跳到红色的。这边的磁场，因为其实 K2 meter 它也是 EMF 的一种，那它也是会去感应到磁场。我相信大家有一些老观众应该都知道这一台哦，对啊，只是你看它已经都泛黄了。那之前我说它被超坏，对不对？其实它只是没电，对。然后我把它拆开，换个电池它就好了。你看磁场还是有些异常哦。对啊，然后这个只有2个螺丝，你把它拆开就可以换电池了。那是因为我之前都会觉得说不要拆比较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怕拆了就会坏掉，因为有时候我手贱。那最近真的是比较倒霉，为什么？所以我车子不是跟大家讲一直在坏嘛，然后又一个问题来了，我家隔壁又发生大火。没有东西，然后发生大火，最后我跟大家讲最可怕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它那个发生大火的地点是我平常 Google 定位我回家的位置，它那边发生大火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去拜拜一下，我太久没有回去拜拜。刚好听到一个声音，也就这边的磁场目前都是处于一个还蛮不稳定的一个情况哦。然后这里是厨房，菜刀。然后呢，我跟大家讲，其实最近有找到很多新的点，那接下来就会开始再带大家去一些新的点。当然啦，有一些点我其实知道，但我会让特休探险先去拍，对，因为我这边其实还有其他点可以用。我手套忘记带了，
好，那来吧，这里东西好像还是一样。哎，可乐耶，口有点渴。哎，还有气耶！来干杯！其实这个是我自己带进来，大家不要以为这是这里的哦，这里的我也不敢喝，我跟你讲。好，那其实那时候我听那个特修探险那个罗导 Rock 在讲他们来，哎，那个东西。K2，黄色，有跳到那个，哎呀，我撞到了，我撞到人形的那个。OK。不知道，因为刚刚没有注意那个地方。那 K2 刚刚那边的磁场确实有点异常哦。来吧，好怀念哦！哇，这味道有一点重。哎，我记得我之前在那边做开头的，然后呢，照片远远拍就好哈，因为人形有人形的地方啊，用 K2 啊，会不会东西有点重？拍谁？的照片都糊掉了，我们远远的看一下吧。好像又有什么声音呢？这个是外面的吧？OK， 这边的磁场，有点异常。好，那至于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接下来我就来告诉大家。好，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吧？假如你忘记这个地方的故事，我简单的稍微跟大家说一下。其实这个地方我最早所得知的就是有一个小女生，其实还长得蛮漂亮的。然后呢，她有一些外籍的一些移工嘛，那这些外籍移工呢，其实就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他们走的时候，把小女生放在这个屋子当中。然后呢，他们就走了嘛，所以说基本上抓也抓不到，他们也不知道跑到哪一国去，或者是他们回家也说不一定。好，那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，这个房子之后有被人家改建成民宿，改建成民宿之后呢，最后这边的老板受不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。首先来这边住的人晚上会听到脚步声嘛，就好像是有个小女生在那边跑来跑去，然后在玩东西这样的声音，可是出来看一个人都没有。然后呢，接着他们有试着想要净化这个房子，可是问题净化完之后，老师也说没办法，因为他的怨念太重了，因为杀害他的人找不到，所以说基本上我只能安抚他，但我没办法把他带走。好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，我刚刚有说到我又来这边探险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又碰到门关起来的部分。那其实大家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，就是在最后一个房间里面，其实他有放了一些纸钱、金元宝在里面，是不是在祭拜这个小女生呢？或许是他们故意放在这边的。好，那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，那个之前的特修探险他们有来说嘛，就是疑似有人在这边好像就是自然死亡，甚至它不是事故物件。但某方面来讲，
这个算不算事故件？因为它不算在这里面发生的，它是在另外的地方发生的，或许也真的可以说不算。好，那他们有在这边碰到事情，我们也有在这边碰到事情。那我这时候就要说日本人他们碰到什么事情，因为日本人来这边拍的时候，他们碰到了一个状况，他们就一群人，而且那个叫什么塔拉西面叫亚卡斯，他们来这边拍的时候呢，其实一开始进来的时候都觉得好像还好这样子，然后就这样走。可是呢，他事后有跟我说，他们其实有听到小女孩的声音。那当下他们有录到，其实他们不清楚后面他剪片有没有剪进去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看。可是他们说他们碰到了之后就有点害怕，然后听到我讲的故事之后，他们就更加的害怕，然后他们就想说会不会是自己听错了，所以我在这房子里面找，可是一个人都没有，更不要说一个小女孩在这一个地方徘徊着。好，那他们碰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呢，在拍摄的时候，总是会有休息时间嘛。那有一个说他的肩膀好像有被人家拍了这个样子，然后因为语言上面不太同，所以说他们基本上也没有办法跟他去做一个很详细的沟通。但他们说台湾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猛，然后他们也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恐怖，因为他说这个房子的生活痕迹相当的丰富，甚至这个红色的房子，甚至到最后还放了要祭拜他们的东西。然后他们之后离开了，就这样结束了吗？没有，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呢？他们有一个人回去就开始一直生病，生病完之后没办法，就去神社给人家去处理。那处理完了之后，他才开始变比较好。然后呢，那个亚卡斯就问他的工作人员说：“你到底怎么了？”然后他就说他不知道，他就觉得好像有人一直在跟着他之类的。那我必须说，这个好兄弟跟他一起回日本，会不会有可能？因为他们是从国外来的，这个小女生就会想到当初杀害她的那一群外国人。我觉得这个有机会可以用器材来问一问。然后呢，今天有一台机器复活了，那当然只有会员才看得到了。假如你还没有加入会员的话，赶快加入会员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把剩下景看完，再用器材来做一个简单的问与答吧。好，介绍完这边的新的一些状况之后，我之前这里好像就是简单的看一下而已，没有那么的仔细哈。好 ，OK， 目前这里没有什么状况。对啊，只有这一间刚刚的磁场比较弱一点而已哈。好 ，OK， 那今天我必须很遗憾的跟我们的非会员朋友们讲，就是你们能看到的就差不多到这边为止哈。那记得我刚刚有说到什么特休探险跟1233过冲绳哈，记得去订阅一下哦。好，那就跟非会员朋友们说声拜拜。